大家好，晚上好。有一位新的会员非常感谢。然后我看看，老范觉得国内大厂有哪些可以去的吗？是不是只有拼多多、小红书在走上坡路？小红书现在还不好说啊，小红书反正还在努力。拼多多、字节，然后滴滴其实也在努力，还有美团啊，但是这几个都比较卷。今天高考应该没有直播了，那就再播一条呗。祝小范金榜题名，旗开得胜，感谢感谢。今天孩子高考，对，今天上午去考的语文，下午考的数学，明天考英语。我也今天高考回来，你是送人高考吧？你总不能自己去考吧？你好，你好啊，不用教书。好，那我们开始今天的直播。今天直播呢还是两个故事，但是今天的故事呢可能会稍微短小一点确实准备起来要稍微的这个时间有点紧张所以今天可能两个故事都稍微短小一点。第一个呢是 GPT 宕机，让全世界陷入半停滞。第二个故事呢是马斯克把特斯拉的1.2万枚 H100给了 xAI 这到底是个怎么回事？好，我们先来讲第一个。ChatGPT 宕机了，6月4号格林威治时间下午14点15分开始宕机这种全球都在使用的服务，我们只能算格林威治时间了没法算美国时间了。而且这个宕机呢非常长的时间，连续大概有8个小时才恢复过来。那你说这个是不是因为这个特殊的日子呢？这个不好说也有可能。为什么呢？因为它可能比如说有一些梯子的节点出现了一些故障，然后导致某些节点的平衡被打破了，这个都是有可能的但是我们不去研究那个事儿。这个宕机的范围是多大呢？ChatGPT.com 上所有聊天的人全都宕了，然后全套的客户端iOS、安卓和这个叫做Mac 都宕了。这个 platform.openai.com 上的 API 服务没有受到影响，大概在这么大的一个范围内发生了宕机。那么这一次宕机呢，还带崩了所有的 AI 服务。这个 Gemini 发现 OpenAI 的 GPT 宕机了，那么大家就说我们上谷歌那边使 Gemini 去吧。使了一圈以后，然后把 Gemini 也给整崩了，说那算了，咱们去使 Cloud 吧。Anthropic 的 Cloud 上去以后也是挂了几个小时进不去。还有些人说算了，咱们去这个 Perplexity 吧，上那儿去搜索吧，直接干崩菜这个为什么呢？其实也很简单，在这一块里头最大的就是 OpenAI。OpenAI 有1点几亿的活跃用户，那么其他任何一个网站其实都是接不住的。就是大家要知道，所有的这种网络服务，你就算是后边是谷歌这样的大厂，对吧？或者后边是亚马逊这样的大厂，当你的这个瞬时流量的爆发，比如说我涨个10%，涨个20%，这没毛病大家都能接得住。你说到30、40了，这个就考验了。但你说我一下翻一翻任何人都得死这个没有任何好说的，直接挂。像那个 Perplexity 这种小厂，这个上来就挂掉，这个是很正常，它可能连涨10%就挂掉了，或者在很短的时间内涨10%就直接挂了。那么老大挂掉了以后，这等于 OpenAI 的 ChatGPT 挂了嘛？那么溢出的流量呢，是其他各个玩家都顶不住的完全顶不住。因为大家注意这3家原来还有人说是不是都是用的 ChatGPT 对吧？怎么一个挂了全挂了呢？千万别这么想他们不光是用的底层的模型不一样，它连最后的云计算的服务厂商都不一样，对吧？OpenAI 后边是微软云，Gemini 后的是谷歌云，Cloud 后的是亚马逊云。所以呢，证明了说，当 OpenAI 挂掉了以后，谷歌云上面的 Gemini 顶不住，亚马逊上面的 Cloud 也顶不住。但并不是说谷歌云都挂了，亚马逊云都挂了这个是有这个你要给它一定的时间才能开机器，才能把它跑起来，这个并没有那么快。
那么已经习惯了 AI 辅助的这些人呢，必然是哀嚎一片，对吧？因为以前我还会用手机盲打，现在已经不会了，现在只会戳来戳去了啊。以前呢，我还会记忆很多人的电话号码，现在我也记不住了啊，可能也稍微有一点点老年痴呆。那么现在呢，这个通通都是手机通讯录，记住就完事儿了。原来我学的还是手动挡的汽车呢，你现在给我个带离合器的车，我是开不走的。所以人呢就是这样，对吧？你这个学的时候，你可以或者说用过再怎么难用的东西，你再怎么熟练了，一旦给你一个稍微好用点的东西，让你这个稍微偷点懒，就完蛋了啊！你说你再退回去，这个事儿真的是很难，对吧？这个人呢，咱们讲的好多叫地弱代偿，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你想吧，这个你要给我找来一个古人啊，或者找来一个这种原始社会的人，你让他跟我打架，那我打死了我也打不过他，对吧？这肯定是被人家虐的份儿。但是你说，哎，跑步啊，这我也肯定跑不过他。那你让给我辆车，那我肯定开得比他快，对吧？这个没有任何好说的。所以呢，我们现在呢，可以通过控制更强大的机器，与更多的人协作，可以做出更强大的事情来。比如说，我们准备要去火星了啊，我们可以去月球，我们可以载人航天了。这种事情对于古人来说是完全不可想象的。但同时是什么？同时我们变得更加脆弱了，对吧？真给你一个古人说来，你们俩打一架，那不是扯淡吗？对吧？这个就别说我这样胖子，就算你们这个有些人可能天天跑步，天天锻炼，你能打得过那些古人吗？天天在那个原野上溜达着，这个捕猎、这个采食的这些人，谁也打不过他们，对吧？所以人他就是这样。像我们别说离开 ChatGPT 一天了啊，这8个小时嘛，基本上是一个工作日的时间。你现在让我离开手机、离开电脑、离开互联网、离开电、离开我的车，那我都可能会直接躺在地上就不动了。甚至有很多的人，你说，不用离开这些东西啊，你离开外卖试试，啊，那我估计我也活不下去，对吧？哎，这个你想在以前谁家有外卖，谁家有电商，哎，在没有这些东西的时候，不也都活得好好的吗？很多老年人都教育我们这些年轻人，哎，算了，我也不年轻了，然后他教育什么？他说：“你看，以前也没有空调，对吧？以前也没有风扇，咱们这个几千年不也活下来了吗？怎么到你现在这个不开会儿空调就不行了呢？对吧？当然，这个以前也没有那么热啊，这个是真的。所以有一些老年人在天气特别热的时候会被热死，啊，热射病。为什么？他觉得他自己能忍，啊，最后其实是忍不了的。啊，这个讲的稍微有点远了。那么到底出了个什么事儿呢？啊，OpenAI 给出的解释呢，永远是你们太爱我了啊，这个用户量太高，我实在受不了了，对吧？因为 GPT-4o 放出来以后，免费开放了很多的功能，太多的人涌进来了，我实在坚持不住了啊。这个他一般的解释都是这个啊，就是往自己脸上贴个金完事儿。但是呢，真实是这样吗？其实真不是这样啊。跟大家在这儿先讲一小故事。这个在北京呢，有一个地方的车库咖啡啊，车库咖啡的老板叫苏弟，也算是互联网圈里比较有名的一个人。我呢以前做很多的这个社区活动，就是跟苏弟还比较熟。然后我有一次就问他，哎，我说苏弟啊，你都开了咖啡馆了，大家也都在你那儿做活动，甚至有好多人拿你这儿当这个办公空间使，你咋不提供饭呢？其实很长一段时间是不提供饭的。啊，他说这不能没法弄啊。他说你说我到底准备多少人的饭，对吧？你说我是弄一个厨房还是不弄一个厨房？我要不要备这些食材？哎，我说这有什么问题呢？啊，他说问题大了。你说你如果真的整了食堂了啊，整了这个厨房，整了这个食材，整了大师傅都在这做，那这个万一他其实没人吃怎么办？对吧？那这些东西不就都浪费了吗？你师傅你最多说我这个工资就浪费了啊，这师傅在这待着了，对吧？然后这些设备放着没关系，但那些食材是要坏掉的，那不能这么干，对吧？我说那你就这个卖一段时间，这个大家习惯了在你这儿吃饭不也行吗？他说不行啊，今天你想吃西餐了，明儿那帮人想吃中餐了，后天他想吃意面了，再后天想吃披萨了，说我真准备不了啊，我到底给他备多少东西啊？因为为什么？就是当时呢，他那儿是大家都去做活动啊，这些活动方呢希望他管饭，但是每一个活动方呢，这个要求都很不一样啊。我今天想吃这个50份披萨啊，明天那个人想吃70份意面，
再下一个人说，哎，我这个钱少点啊，咱们吃这个20份卤肉饭行不行？对吧？他说我完全没法备材料，也没法整所有的这些东西啊，就不给你做。这个呢，其实就跟今天 OpenAI 遇到的问题是稍微有一点点相像的。什么意思呢？就是云计算呢，其实已经极大的解决了规模快速变化的这样的一个问题，但是依然不够。什么叫规模快速变化？就是我今天有10个人用，明天有100个人用，后天有1万个人用，这种东西叫不叫规模快速变化？不叫啊。什么叫呢？我这分钟有100个人用啊，下一分钟有1000个人用啊，这个叫规模快速变化啊。那么云计算在解决前面这个问题，就是按天浮动的这个问题来说，它可以解决得很好。但是你这种按分钟、按小时进行浮动的时候，啊，谁都没戏。为什么呢？因为你是部署不过来的。像我们一般在云端是怎么干这个活的？我们会把服务啊打包成一个我们叫镜像的东西，然后呢，有一个分配器。当有人请求来服务的时候，我们来看看，哎，现在这个所有的服务器的这个负载是什么样的啊？比如60%、50%，行，没问题啊。30%关3个服务器，或者关几个服务器啊，达到70%再开服务器。开服务器怎么开呢？就是命令亚马逊云、谷歌云、微软云说给我打开新的服务器，然后打开服务器是空的呀，那里头是一空壳，对吧？然后请在哪个镜像啊，把这个镜像复制进去，然后再去运行。这个过程大概需要2到3分钟的时间，就还是稍微有点慢的。但是呢，这个2、3分钟，你说那它怎么会一把就崩了8个小时呢？对吧？大家要注意啊，刚才我讲到的是多少？到70%，你让它再去开新服务器，对吧？你如果说，哎，我现在涨得很快啊，这个1分钟、2分钟直接就涨上去了，它到80%了，到90%的这个服务器负载了，我再开新服务器来得及来不及？你在那个时候开服务器就直接崩掉啊？为什么呢？它不是说这个什么时候你都可以开服务器，然后把这个负载均衡掉的啊。因为呢，它上面有一个分配器，你一旦说开了新服务器以后，你那个分配器要重写，说我现在是在1000台服务器里头分配这些任务啊，现在呢要在这个1500台服务器里头分配这个任务，然后有一些任务或者有一些信息呢，可能已经在某一台服务器上开始干了，那我现在需要重新分配这个任务，需要重新定位，把它的数据拷到另外一个服务器上去。那么这个过程其实这个服务器整个的这个池子里头，它的负载是要上升一下的，就是因为你在重新分配任务，需要进行任务迁移啊，那这个过程其实是会有一个我们叫浪涌或者类似这样的一个词吧。然后这种现象呢，就直接就把服务器干崩了。特别是当你快速的上升的时候，然后你又没有办法在比较早的时候去让它开机，那就一点办法没有。预备这种问题的方式最好的是什么？就是预期。这个比如中午吃饭的时候，大家都要打游戏啊，我中午吃饭的时候多开20%的服务器。吃完饭了，下午2点该上班了啊，大家要这个不打游戏了，我就把这个服务器都关掉。这个是相对来说呢，这个工程的方式比较好处理的方式都是这么干的。但是当有一些比较特殊情况发生的时候，特别是很多偶然因素叠加在一起的时候，就会出现 OpenAI 这样的事情。用工程的方法来理解这个弹性部署是什么？就是绝对不能在最后1分钟扩容啊，那一定会被崩的。这个没有任何办法。这个你要想稳定运转怎么办？只有砸钱，就是你要浪费更多的钱。比如说，我希望它稳定性更高一些，怎么办？我在这个整个服务器池到60%的这个容量的时候这个负载的时候，我就加机器。那么如果说我发现这个负载变化很快了这个原来是1分钟涨了5%我现在1分钟涨了20%，那我就直接加这个比如说20%到30%的机器上去。那你就要把整个的叫扩容的策略要上升或者要变得更激进。那所有这些东西都是要砸钱嘛。但是所有的手段面对突然的爆发都是没有办法的。就是我们说，哎，这个我可以面对1分钟涨10%，还是1分钟涨20%，还是1个小时涨50%，对吧？你到底能应对什么东西？但你说我现在就是一点道理没有，1分钟涨了100%那这个事儿呢，就你上多少钱砸进去都没用你像 OpenAI 就已经算很有钱的了但是没有任何意义。那么更多的宕机呢，其实是人为因素造成的并不是说刚才我们讲的，就突然有一个很多的人就是涌进来什么时候会有很多人涌进来？就是比如说那个特殊的日子
这个梯子的节点的策略发生变化了以后，可能会突然有一些人就是它变成负载不均衡了，涌到一些服务器上去，可能会把它带崩这个其实也算是个人为因素吧。那么真正的人为因素是什么？第一个叫 DDoS 攻击DDoS 攻击就是我们认为很多人在疯狂的访问一个节点就算 DDoS 攻击了。那你说谁会去这个攻击 OpenAI 呢？这么好的一个公司，咱们攻击它干嘛呢？大家都要使了，难道是谷歌干的吗？因为其他人干这个事儿也没有任何好处嘛。现在整个 OpenAI 宕机这个事情，赚到最大便宜的就是谷歌，对吧？那是不是谷歌干的？谷歌一般不会干这种事儿虽然它有很多做法我们也不喜欢，但是谷歌不作恶这个东西还是坚持下来了。那么谁干这事儿？有很多人是薅 OpenAI 羊毛的，大家有没有想过怎么去薅它的羊毛？比如说吧，我今天要为别人去提供这个服务了API 服务，我要 token， 或者我自己做了一个小的应用，我想调用 OpenAI 的这个服务去给人做问答。那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如果去买 OpenAI 的 API， 那个是很贵的，对吧？你是要按照1000个 token 多少钱要去付钱的。那有什么方式可以不要付这个钱吗？对吧？有的方式其实也并不难，用什么呢？用爬虫。我写一个爬虫，然后自己打开一个虚拟的浏览器，然后说你直接去访问 OpenAI 吧。遇到什么问题了，我就把这个问题提到那个网页底下的那个窗口去，然后呢打个回车，等一会儿它冒出字来，我再把这个字拉回来，再发给我的用户，对吧？这个过程我不就没交钱吗？如果我只需要使用 GPT 3.5就可以了，那我就完全可以免费薅他们家的羊毛对吧？就算我需要使用 GPT 4了，或者我需要画图了，需要上这个达利去画画去了，那这事儿也不复杂呀，对吧？我可以干嘛呢？$20买一个 Plus 用户，然后来吧，你们上我这儿来提问题，然后我就大家知道 Plus 用户里头不是说我都要有上下文的，我可以一个 Plus 用户，然后开比如说5、6个或者10几个这个浏览器窗口，然后分别问不同的问题进去，对吧？那可能我就一个月交$20，然后我就相当于什么呢？就是大量的人在我这里，对吧？薅这个 OpenAI 的羊毛，这个事儿是可以干的。那么在这个过程中，这 token 就都不要再算钱了，对吧？你就算是一个月$20，他也不再单独找你收 token 费了，这多省事儿所以呢，有非常多的机器人在挂在 OpenAI 上干活，对吧？然后再尝试很高并发的去调用，因为你说你并发太高了，比如说我一个账号开了1000个这个浏览器窗口，然后再向 OpenAI 聊天的话，那 OpenAI 也不傻嘛，他会封你，对吧？那他这个时候怎么办？我们只能多买几个账号每个账号比如开20个，然后我把这个，比如说我后边有这个几万个用户，然后我把他们的所有的需求塞在这20个账号里头，每个账号比如说再开20个窗口，我把这个东西塞进去，然后把这个内容读出来，这个事儿是可以干的呀，你就可以去薅这个羊毛嘛。这个我自己在钱多多上也买了类似这样的机器人，但是我们买那个机器人，它不是用这种薅羊毛的方式干活的，它是用这种就是还是老老实实买的这个服务只是它的服务肯定也是用一些其他的方式薅的羊毛。它是在离 OpenAI 最近的地方，然后部署了几十台机器，然后呢，他买的是 API 的这个 token但是呢还是很便宜，因为别人用的是$1是7块多，对吧？像你在那个钱多多的那个里头去充值的时候，这个$1是2.5块人民币，那这个钱哪来的，对吧？他还是薅了羊毛嘛。那么这种其实是对于 OpenAI 来说是蛮大伤害的一种玩法，就是为什么呢？大家老觉得 OpenAI 管得特别严，对吧？经常是这个限制大家使用或者是什么，因为薅羊毛的人实在太多了。而且呢，以中国人的聪明才智里头，薅羊毛的人里头可能60%-70%都是中国人所以他们就说，那咱们是不是稍微的收敛一些？那么你说除了 DDoS 攻击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的方式把它搞坏掉呢？当然还有了，比如有人写错了代码这个或者是这个在机器上，我们比如说用这个一些机器人的时候，我们把机器人写错了那么它也是有可能会对这个 OpenAI 的服务器造成很密集的攻击的这个事儿是很正常的那么还有是什么？就是如果突然发生热点事件了，对于 OpenAI 来说也是一个很麻烦的这个流量激增问题，而且呢，它跟以前的传统网站还不一样。这个跟大家讲一个特别有意思的我记得以前说
什么时候知道流感大流行了，对吧？美国的这个他们是叫疾控中心吧，也类似，我忘了他们那个名字叫什么了。啊，他们呢说怎么能够去判断哪一个地区开始发流感了？他们就跟谷歌合作，说哎，说在谷歌上开始搜索什么流鼻涕、打喷嚏、体温上升、嗓子疼，对吧？一旦这样的这个指标上升了，哎，我们就认为那个地区开始流感大流行了。因为如果没有这个数据，那你说你拿到这些数据不已经滞后了吗？你按道理说应该已经流行一会儿了，对。但是你要想你没有这个数据的时候，你会怎么办？对吧？一定是这些人要去医院，对吧？到医院了以后，然后跟人家那个这个诊断了，然后开了药方了，然后这个东西再层层上报上来，你才能知道流感大流行了，对吧？但是我们看到了一个什么现象，就是每一个地方流感流行的时候，谷歌的搜索量会激增啊，一定会有这样的情况。但是呢，在原来传统互联网里头啊，它这个不是一个大问题啊。在传统互联网里头呢，因为我们使用的叫 cache 技术，就是什么叫缓存技术，我们把大量的这种网页啊生成出来。因为大家知道咱们现在看到很多网页是动态的嘛，这个你如果想生成一个动态的网页，那么外部服务器啊运算半天啊，找图片算各种的这个数据库里拎出数据来去形成网页里内容，对吧？但是我只要生成过一次了，我就把它存下来，下一个人在看的时候呢，我就给你个静态的啊，这个就效率会高非常非常多。再加上各种的 CDN 啊，叫内容分发网络的这种服务啊，那么它就可以把这种集中起来爆发的这种压力就分散掉。但是现在大模型就不一样了啊，大模型你是没法去缓存的，因为每一次提了问题回答都不一样，对吧？再加上是无状态服务，什么叫无状态的服务？就是你每次问我问题的时候，我都认为是一个新人，我不认识你，对吧？那没办法，就是当有热点事件发生的时候呢，就必然是每次都得老老实实的调用，啊，老老实实的去生成啊，而且它整个的调用过程是非常非常耗算力的啊，它比这个网站上直接给你刷一个静态网页，或者哪怕是刷一个动态网页，比那个耗算力都要耗得多，对吧？这个你像我们在谷歌上搜一东西，啪一打回车，马上就结果就秒出来了。你现在到 Gemini 也好，到 OpenAI 也好，你任何问题打个回车，你先得等会儿，对吧？现在他们还说叫第一个 token 吐出来的时间，就是当他得到内容以后，到底是等几秒钟开始给你吐第一个 token，然后呢，后边是每秒钟吐多少个 token 出来，那个速度慢死了，那都是在后台吭哧吭哧在那算呢，对吧？使用大模型跟使用传统的服务器，那个就是一个巨大的浪费，算力的、电力的浪费。那么这些都有可能啊形成类似于 DDoS 攻击，等于就是太多人访问嘛，就造成它瘫痪。那么还有一种瘫痪的方式是什么呢？还有一种瘫痪的方式啊，就是这个更新错误啊。这个其实很多的我们最近看到的这种计算机故障都是由于更新错误造成的。啊，这个为什么？就是大型的系统，甭管是 OpenAI 也好，或者什么纽交所也好，这种大型系统啊，它都是活着的啊。用我们看这个克苏鲁小说的这个话讲，叫具有活着的特性。什么意思？它不停的更新呗，而且这么多的细胞啊，这么多的模块，这么多的架构，今天更新一块这个，明天更新一块那个啊，它会不停的更新下去。所以说我们它具有叫活着的特性。啊，那么系统的架构又异常的复杂，这些系统架构在时间、空间、逻辑上相互依赖。这个模块是去年写的啊，那个模块是前年写的。你对于 OpenAI 这样的一个创建了没几年的公司来说，这个时间跨度其实已经拉得很大了。啊，我记得以前有一个笑话是什么，说一个大夫啊，大夫写字都特别潦草嘛，这个开的药方啊，自己也看不懂。有一次呢，他开了个药方，然后扔给这个护士拿药去了。护士呢，当时也把药拿了，没什么毛病，啊。过了几个月，然后这护士还需要拿着药方拿药，再看这字儿看不出来了，说你到底写的什么呀？对吧？找大夫去了啊，大夫您这个当年写的是什么字儿啊？啊，到底是给人开的什么药啊？然后这个大夫看了半天啊，仔细思索，然后勃然大怒，何不早问啊？你要早点问我，我就能想起来了。现在你问我不行了，对吧？这是这个 OpenAI 的一个状态。但是你说你要在一些更老的系统上，对吧？那系统里头可能还有20-30年之前的，或者30-40年之前的代码在里头跑着呢。那你这个时间上你咋依赖？然后空间上也有依赖，对吧？像刚才我们讲的，我们需要分配这些
运算到不同的服务器上去跑，我们可能需要这个有些我们在美国跑，有些在欧洲跑，有些在澳洲跑啊，那你最后还要去在空间上去依赖，然后呢再加上逻辑依赖，对吧？这个功能在哪个模块里有啊？而且这个功能跟哪个模块是相关的啊？这个都是有很麻烦的这个功能啊，这种依赖关系啊，叫很麻烦的依赖关系。OpenAI 这种比较小的公司呢，这个还算是好的啊。当然，很多人就觉得，哎 OpenAI 怎么小了？860亿美金了，对吧？这是现在最领头的，这个大小得看跟谁比啊。这个像前两天我说那个英伟达小啊，这个或者英伟达的模式比较轻，很多人上来怼我，对吧？说你知道啥叫大吗？对吧？这个看是跟谁比啊？OpenAI 呢，也就是个千把人的公司，对吧？而且成立时间相对比较短啊，那么在更新上呢，有可能也没有那么严格的条条框框，可能就是比较随意嘛。啊，但是越是老的公司啊，这种更新上的条条框框就越多啊，那么它可能出问题的几率会小一点，但是呢，也就没有创新了。我们以前经常讲叫电工啊，电工是什么？叫岁数越老，胆子越小。为什么？一次一次被电出来的呗，对吧？这些很多的更新时候的条条框框，都是在一次一次故障过程中慢慢积累下来的。好，那么恢复之后，要求 ChatGPT.com 的这个用户啊，强制刷新啊，这个是一个挺有意思的点。什么叫强制刷新呢？就是我们现在去浏览一个网页了，刚才我们讲了啊，这个 ChatGPT 上的这些内容，你每次输的内容都是现输的，生成的内容都是现生成的。但是呢，还有很多东西是会存在你本地的，什么东西呢？啊，比如说一些本地的数据啊，一些这种叫做我们管它叫 CSS 吧，就是样式啊，就是你这个网页字儿多大，字儿多小啊，这个图片长啥样啊，这个东西叫样式，都是存在本地的。还有呢，就是大量的 JavaScript 的这种代码，就是我们在网页前端运行的代码，这个都是要存在本地的，因为这个东西也很大，它并不发生变化，那我在本地存一份就可以了。啊，但是呢，现在要求你强制刷新，就是要把所有这些东西都刷掉啊，不能给我留着，通通干掉。啊，那为什么要去做强制刷新呢？第一个呢，就是可能会有一些污染，没准它前面下发的某一些这种可执行文件里头是有错的。它比如说把一些这种请求都过分的集中在某一个后端的服务器上，或者后端的某一个这个节点上去了，那么就有可能会造成一些问题。啊，还有的就是它比如说我在前端去进行本地的 IP 地址判断啊，或者什么这样的时候有问题，对吧？那么这个都会造成后台的这个负载不均衡啊，它就会出现这样，就是我们要把这个污染清除掉。第二种呢，就是我后台升级了，对吧？后台升级了，你必须把前端的库也升级一下，否则呢跑着就有错啊，这个是要去处理的。比如说它后台增加了一些接口啊，删除了一些接口，修改了一些接口。那你要把前端库这个处理一下。当然，更重要的是什么呢？更重要的就是攻防啊，就是刚才我们讲了，有很多人去薅它羊毛啊。那么现在说，我们是不是可以调整一下前端库啊，然后把这个薅羊毛的这个给你稍微的处理一下？我们举一个案例吧，你比如说，我现在在一个账号里边去调用 OpenAI 的很多信息，这个里头会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就是它前面一个问题没回答完之前啊，它是不让你重新按回车是发新问题出来的。啊，那如果是能够把这个东西破解掉，我等于就可以不停的向他发，然后等着他慢慢给我回就完了，对吧？这个我可以在一个账号里让我薅 OpenAI 羊毛的这个点呢，变得更有效率一些。啊，那么现在它有可能需要把一些类似这样的漏洞给你补起来。啊，那么在这样的就是也是要求你进行强制刷新。再跟大家讲一个最近发生的另外一起计算机乌龙啊，是6月3号，纽交所的乌龙啊，巴菲特老爷子的伯克希尔哈萨维暴跌99.97%，啊，这事儿是咋干的？是纽交所的系统跟 OpenAI 的比起来是有什么特点没有？绝对是巨陈旧无比，对吧？史山套史山的一个系统，没什么好说的，因为它时间跨度实在太大了。你像纽交所开始上计算机系统是都多少年了？我估计有30年、40年，估计可能都有了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大量的代码会沉积下来，你要想在里头改点什么东西啊，那费老鼻子劲了。那么
这次出错呢是纽交所 CTA 软件，其实是纽交所使用的统一证券行业协会简称 CTA 的这种叫做汇整股价系统就是 SIP， 他们叫这样的一个名字，就是他要把所有的股价汇在一起的这样的一个系统，这个系统出错了。然后这个系统的作用呢是整合所有美国交易所的买卖报价和交易，根据给机构处理和使用的数据反馈，然后价格区间价格区间一般决定股票因波动而暂停的情况。CTA 软件是一个CPA 软件的一个主要功能是通过 SIP 完成数据整合和分发，就干这样的一个事情。它错了，它呢是最近正好在升级，就是纽交所在整个升级这个CTA 软件，升级完了以后呢，跟数据库整合没整合明白然后为什么叫没整合明白？因为这个就是数据库这个东西有很多约束，比如说我们规定你这个数据里头有一个项叫性别这个性别呢只能有男的女的后来说不行了我们现在这个新的数据进去以后不能只有男女了，要有男女和未知要有3个那么又过了一段时间说不行了我们这个约束又发生变化了男女未知然后这个原来是男的，然后这个自己生理认同是女的，还是心理认同是女的，然后最后可能整出20、30种来，对吧？那你说这个数据就要发生变化。当你说我把前头程序改了，后面那数据库的那个结构和整个的约束条件没改的时候，当我往里填数据，说这个人性别，对吧？原来是男的后来这个变性手术做成什么样了？然后现在心理认同是男的还是女的？你把这个东西输进去的时候，直接系统就崩菜了，对吧？就会有问题。它不是说直接就给你扔出来了，它可能会报错，然后你有时候程序写的没有那么好，报错再试一次，最后报错再试一次，那不就挂掉了吗？对吧？它就会出现这样的问题。这种事情呢，未来你说还会有吗？一定会有这个事情是避免不了的。就是工程复杂度呢，其实已经超越极限了。就是 AI 呢，可以帮助人类克服一定的工程复杂度的问题，就是它可以去读很多东西，而且呢，这个读完了以后，比如说我现在需要去改代码了，需要去问他说这个系统哪儿哪儿，它可以给我改，这个是 AI 可以帮助我们的。但是同时 AI 还有一个比较讨厌的东西什么，就是它会产生幻觉产生了幻觉以后呢，就是它可能会造成更多的问题更多的错误这个我记得今天好像是哪个省的语文作文题，就是说 AI 来了可以解决各种问题，那你觉得人类的问题会更多呢，还是更少呢？对吧？这个我告诉你 AI 来了以后问题会更多这个没什么好说的但是即使我们知道这种工程复杂度已经不断上升了，但是这个事儿呢不能因噎废食因噎废食我怕噎着我不吃东西了，这事儿肯定不行还是要用工程的方法来解决。最终我们就来看宕机了，我能不能承受这个后果就完事儿了，对吧？也只能这么办。人类的适应能力本身还是很强的我们过一段时间我们就适应了，说我有 ChatGPT 使然后可能每个礼拜会有那么1、2次宕机，没有它使大家只能去适应这个事情没有什么别的办法。这次呢，稍稍有一些不同呢，就是可能最终AI 这个真的伤害人类、毁灭世界的过程，大概也就是这样不要想着说他有自主意识了他说我这个看着人类不顺眼，我要把人类干掉，没有那个。他真的有可能说，哎，我哪儿没弄好，然后哪个地方没反应过来，或者哪个地方我输出的代码是错的，然后最后导致一些核心的这个系统直接崩菜了这个有可能就是真正能够给我们带来伤害的方法。所以我从来不担心说这个 AI 有可能产生意识了，然后它主观上讨厌我们没有那个，你是谁他都搞不清楚大概就是这样就是这一次 OpenAI 这个宕机8个小时，然后大量的人说我不活了，对吧？我不会写代码了，我不会写文件了，我不会干这个，不会干那个，对吧？搞成这样了大概就是这么第一个故事。好让我来看看大家有什么问题。来了，欢迎。我是真自己去考，没想到吧？您这个明天还考英语呢，别看了，对吧？这个好好回去休息休息，哪怕不复习，休息一下。
2024高考作文内容紧跟时代，覆盖 AI 大数据。这个看哪儿？像北京的作文就没有啊，北京的作文是2道题，一个呢是这个就是中国传统文化传承的啊，另外一道题呢是这个个人发展，对吧？属于最中规中矩的一道题。我也是学的手动挡，平时都是自动挡，不过其实开手动挡5分钟就恢复，而且我比小范的记性差很多。我反正你现在给我个手动挡，我已经不知道能不能开走了。来了啊，大家周末好，对，祝小范高考马到成功，感谢啊。刚跑完5公里回来，先报个到，去冲个凉再听。好的，欢迎。语文作文认可度，生活中人们常用认可度来判别事物，区分高下。请写一篇文章，谈谈你对认可度的认识和思考。这个其实也还算中规中矩吧。你这是哪个省的题啊？小范高考顺利，感谢啊！你这个上位这个自己要参加高考的人，你现在也赶快回去看书吧，不要听我在这儿闲扯。对，祝高考顺利啊！这个感谢感谢，我们也祝上面这位正在参加高考的朋友也高考顺利啊！笑哈哈，第一次赶上直播，这个是第一次吗？好吧，就当你是第一次吧。这一天 Cloudflare 的这个，我是最讨厌 Cloudflare 啊，因为我们现在经常这个挂不上很多网站，都是他们在干活啊。祝这个小范高考旗开得胜，马到成功，对，考上顺心如意的这个学校，对，赶上直播了啊。这个继病之后，ChatGPT 也宕机了，宕机也超过8小时了，是吧？是的，对。谢谢老范，辛苦了啊，不辛苦不辛苦。TPM 的限制就是，呃，用个账户群啊，账户池玩是这样的，就是开一堆账号，然后挨个刷就完了。但是 TPM 这个东西是这样，就是你使用 API 的时候才有 TPM，你如果是在 Web 端的话，其实还有一些其他的刷法啊。刚才咱们讲了，想象一下高考期间跪求 ChatGPT 解答，或者跪求挂 ChatGPT 的紧急服务，这个要求突然上升，这个我觉得有点太夸张了啊。但是高考呢，肯定是每年都有作弊的啊，像前几年都是这个，他特别有意思，他干这么一个事情，就是大家知道有原题库啊、猿辅导啊，有一堆这样的就是查题的这个服务器。然后呢，这个在每年高考的时候，这个服务器一旦有人发现这个有人拿真题上来查了，就会直接报警。啊，这个是每年都会有这个预案来做的。实际上前几年都遇到了啊，就是真的有人，在高考现场拿手机扫了这些题上去查答案的，这个飞快就会被抓住啊，没什么好说的。啊，至于说他们是在什么地方呢？大概是在一些相对偏远的山村里边啊，或者比较小的这个地方，他们会监考比较宽松啊，会干这种事情。那你说是不是以后啊，这个 ChatGPT 或者国内所有的大模型到高考的时候就得等，说这个啊，一旦遇到真题，特别是写作文啊什么这种遇到真题，马上报警啊，这个可能我觉得也算是给 AI 提出的一个新的需求吧。这个薅 OpenAI 的羊毛还影响我这种 Plus 用户的用户体验，是的，这个但是人家为了薅羊毛也充 Plus 啊，你这肯定不是第一次了，你这个绝对不是第一次。奥奥斯汀段，对吧？这个奥斯汀段好像是我记得是不是卖食材的，对吧？这个是不是没记错吧？反正记忆力不是很好啊，不辛苦不辛苦啊。第一次赶上直播啊，宕机也可能和越狱代码有关。是的，有暗影。这个正式登录 iOS、macOS、M 系列的 iPad、Mac 可玩啊。这个我对这个没什么兴趣。我最近开始有点想，是不是要去买一套《暗黑破坏神4》上来刷一刷？这个我还没想好。6月7号，对，阿里云开了这个千问272B，
根据官宣千问二不仅超过这个此前 Meta 推出了这个 Llama 3 70B，还超越了文心一言4.0豆包 Pro。这个其实后边这些中国厂商都做的不怎么样，这个超过 Llama 3这个事儿，我觉得不是什么大问题啊，因为永远是后出的模型比先出的模型好。为什么？你可以用先出的这个模型去做各种训练，对吧？可以让它去进行数据准备，那么你拿它再训练出来的模型效果一定会更好一些。千问二在国内的模型里头应该算是第一梯队吧，算是最好的几个之一吧。OpenAI 这个人员体量稳不了啊，稳了，它就没办法保持替代速度了，是这样的，它永远是如此，就是快跟稳你是二选一啊。老范还没试过，估计他目前没看法啊。这个我是看了一些文档，然后这个我看看我现在用的这个千问是哪个版本啊？就是我下载下来的应该是哎，我下载下来应该可能已经是2了吧？我看一眼啊，这个因为前一段时间呢，这个千问是做了一些权限的更新，千问啊1.5，我前面用的是1.5，那么就等呗，等它这个更新到2再去使呗，这个不是什么大问题。现在权限应该用的都是1.5，然后因为他们到最后就是 Llama 3出来以后呢，他们出了一个1.5 110B，那个就比较夸张了。这个因为这个1.5 110B 呢是完全可以这个超越 Llama 3 70B 的，现在它等于用这个等一下千问二的这个72B 啊，那么这个我相信是很好用的，这个没有任何问题。讲讲衡水中学，拱白菜那个男孩现在浙大读 CS 陷入迷茫啊，这个没什么好讲的，我觉得，就是你中学到大学肯定是差异很大的嘛，这个离开了原来约束好的环境，然后给你一个全新的环境，这个一定是有约束的，没什么好说的。Docker 在国内程序员里面用量大不大？还可以吧，反正我还是能用的啊。Docker 的用量很大，当然如果没心思学，现在用 Eclipse 的都一大堆，这个说的是同一个东西吗？Docker 我们一般讲的是容器吧，Eclipse 你讲的是不是开发工具啊？没事儿，我现在有好几个LLM 产品，还有自己部署的 Llama 3 70B，是的。但是你想像我们这样，就是有一大堆的这个账号，有一大堆这个系统都可以跑的人，其实还是少数人嘛。绝大部分人，像他是1点几亿、1.3亿的活跃用户里头，绝大部分是天天靠这玩意儿吃饭的。一边卧推一边听节目啊，你还是要注意安全。数据库不加约束就好了哈，这个真不行。这个你数据库不加约束了以后，里头就会有大量的错误的数据，所以他们一定要上数据库的，要各种约束啊，这个事儿是不能不加约束的。这个用文件系统不就完了？是啊，就是这样的。你不加约束，你后边搜索呀，各种逻辑是肯定会出错的，是吧？适合 GPU 比精力怎么比得过呢？这个 GPU 还是很凶悍的。Facebook 的性别确实是容易牵一发动全身，不过现在开发范式是不加约束了，所有业务在这个业务层做。这个事情呢是这样，就是你不加约束了以后，你的业务层就会变得特别特别大，对吧？你需要这个考虑各种各样的问题，就是相当于是 if else，然后 if else，你可能需要写很多层，把各种的这个问题都处理掉。否则的话就会比较麻烦。甚至有些系统甚至都不加主外件，这个在业务系统里面加聚合层查询，这种
好吧，这个反正我们以前做的时候是不敢这么干的啊，特别是当逻辑比较复杂的时候，互联网系统有可能这么干，因为互联网系统呢，它的这个实体比较少，啊，它主要是要速度啊，特别是多机的进行备份啊，它主要是要速度，啊，但是你传统的业务，比如说一些这个财务、金融什么这样的业务的话，你让它不加主外键，你试试。第一次赶上直播，About Me，好像原来没什么印象了啊。就算你不是第一次，原来可能说话也不多。ChatGPT 宕机的呢？是的，我开了10年手动挡，我是手动挡，我学完了以后，大概就是第一次是租了个车啊，租了一个奥拓手动挡的，开了有个1个月还是几天吧，然后就买了第一辆车，第一辆车就是自动挡，然后从那以后就再也没拨过手动挡的车。我第一次听到认可度这个说法，这个倒还好吧，我觉得那个提议也算是中规中矩。就是如果你正着写呢，就是说我们还是要这个符合认可度的，对吧？那么在有一个很好的认可度，可以这个为大家的沟通与交流啊建立更好的一个基础。那么反着写呢，就是这个不能太被认可度所束缚，对吧？这个如果我们事事都在思考认可度的话，就会迷失自我。这个其实正反都可以写。国内现在搞国外大模型的 API 应用，据说要注册法人才能上架，吓跑了一大堆所谓独立开发者，最后应该只会剩下一大票这个低阶模仿的所谓大公司。感觉是不是 ChatGPT 未来对国内的影响会逐渐减少呢？没看懂你在说什么啊？这个我们调国外 API 应用，谁告诉你要注册法人的？想啥呢你？对吧？这个咱们在国内使，咱就使国内的大模型就完了，对吧？你如果是在国外使，OpenAI 才不管你这个呢。我现在上去充值，他就让我用啊。我到这个谷歌的这个 Gemini 上直接去，免费他就给我发 token 啊，发这个叫这个链接，我就可以啊，不是链接，就是这个密匙，我就可以直接用了。谁需要你是法人啊？你这都是从哪儿听回来的烂奇怪东西啊！最近 YouTube 上很多外国博主夸中国旅游，这个范老师怎么看？哎呀，这个其实我觉得这样，就中国呢，在某些方面还是不错的，对吧？就是当你没有看到他有人打人的时候，没有看到那些这个比较底层阴暗的时候，特别是作为一个老外啊，走到各个地方去，这个吃喝玩乐一下，这个特别是晚上，比如你上个街，也比较安全，对吧？咱们毕竟没有枪嘛，满街都是卖烧烤的、卖吃的东西的，啊，这块其实也还行了。而且这种就是它有流量嘛，就是以前就专门有一帮人是一帮老外，这个天天在这夸中国人，对吧？在抖音上也是骗了巨多流量。现在呢，他们也是整一堆人进来说，哎，你看你只要进来发这个东西，我就给你流量。那他们也愿意干嘛，这没什么毛病。因为现在国内的解释是什么呢？国内的解释就是免签，啊，免签了以后呢，就有很多老外进来玩，啊，进来完了呢，他们就总还是要拍点什么吧，拍完了呢就发这个TikTok 啊，发这个国外的 YouTube 也都发了呗。范老师，我的 AI 网文平台签约了，这个但是不知道如何自动化操作，你是如何自动化操作的？也是直接调国产 API 吗？不是，我是用的这个，叫做什么啊？零一万物啊，我是用欧拉 a 在本地跑的。如果小范高考这个有没有物质奖励呢？啊，现在就不要想这个事儿，考完再说吧。考的都会，答的都对啊，感谢。这个作文题目感觉在考验学生对技术应用的理解，放在语文试卷里考怪怪的，不怪。其实就是你就想吧，判卷子的人他能理解 AI 是什么吗？他也不能理解，对吧？这个大家进来讲就是你进行一定的逻辑推理和判断就完了，他并不需要知道什么叫 AIGC，什么叫 Transformer，什么叫 ChatGPT，
什么叫通义千问？根本不需要。ChatGPT 宕机那8小时，我们公司运维病假，客户服务器后端崩了，我一个做前端的去搞 Debian 配置，搞 Nginx，结果没有 GPT 可用，吓死我了。对，就是这样的情况会发生，这是很吓人的。上海的啊，英语2次取高啊，已经放掉了啊。就是你前一次考得很好啊，那也可以吧。但我建议你还是多休息休息。来点赞啊，然后边跑边听啊，感谢。这个大事不好，Docker 镜像仓库被断网了啊？会有这样的事情吗？我赶快看一眼。Docker， 它是那个 Docker 应该是 Docker 点 hub 是吧？啊，没有，是 hub 点 docker 点 com。没有啊，可以使啊，挺好的。怎么会断网呢？这个当然我看这个是有问题的，因为我这边是那个什么的啊，我这边是这个完完全全的这个挂在梯子上的。咱们现在还在那个什么上呢啊，咱们还在 YouTube 直播呢。反正我刚才看了一眼，Docker 还是可以跑的啊，Docker Hub 啊，境内是是吗？我还真不知道这东西境内有墙。但是 Docker 在国内也是有这个什么的啊，有很多镜像。我肯定是第一次赶上直播，VV Edit 林啊，这个好像第一次看到，这个确实是。小范高考，老范能安心直播，说明大小范都心有重铸。哎，这个你着急也没啥别的办法，对吧？接着聊呗。祝小范高考顺利，感谢。国内镜像被封了啊，下载变慢了啊，国内镜像被封了，那就换个镜像呗，应该还有镜像吧？当年刚上大学，室友说的才知道，高考是能花钱买答案的，这个我还真不知道，这个我觉得还是挺难的啊。这个你们有没有想过这样的一个问题？咱们原来说啊，哪个工厂是，比如这个新疆棉啊，这个使用强迫劳动去这个种棉花，去这个纺织啊，我们要抵制新疆棉，很多人干这个事儿。但是你们想过高考试卷是在哪儿印的吗？哎，高考试卷都是在监狱里印的，哎，所以任何一个参加过中国高考的人，你们都用过强制劳动啊，谁也别说谁，对吧？因为你想他要求保密性很强嘛，所以都是在监狱里边印啊，就是有几个大的监狱是有印刷厂的，就是每个省应该都有一些监狱是有印刷厂，就是他们省的这个高考试卷都是在他们省里边的监狱去印，啊，都是这样来做的。这个用 GPT-4o 写了几篇高考作文，感觉写的有点空。你用 GPT 写作文一定是会比较空的啊。但是你用 GPT 写作文是什么呢？就是第一个你要给它很多的这个参考材料，比如说，哎，我现在大概想写点什么？你想高考作文是800字还是多少字，对吧？你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你至少写进 GPT-4的这个提示词也得有那么200-300字，它才可以给你生成一篇相对还可以看的这个高考作文，还有一点你自己的这个内容在里头。如果你说哎给我写一篇什么什么题目的高考作文，你是这个高考高3的学生什么，就按这样的提示词进去的话，那出来一定是很空的啊。这个暗黑4是 XGP 送的吗？不是啊，这个好像现在说不知道参不参加啊，现在不确定啊，好像参加了吧？这个我还真不知道，因为我没买 XGP，我是有 PS5，所以我现在想在 PS5上打这个东西。暗黑是著名的刷子游戏，你这天天做节目没戏啊？好吧。暗黑4是一群连游戏都不玩的游戏设计师设计的游戏，吐槽他们的是最好的玩法啊！我暗黑3就没打完，暗黑2我还是打完了，暗黑3刷了一段时间，实在懒得刷了，暗黑4我就没打。高考作弊比表面看起来多得多啊！10年前湖北一个县为了抓高考作弊，从外地调老师来监考，结果考完试，这些老师被愤怒的家长围堵在教学楼里不敢出来，最后公安出动才把这些老师解救出来。哎，这个大约有什么意义呢？对吧？所有这种高考有作弊的地方，那都属于是地狱级难度的省份。
是吧？咱们在北京呢，就是也没有那么多作弊的啊，估计也没有作弊的。然后这个高考相对来说还是比较轻松愉快的吧。还在加班啊，加完开车去海边露营，哎呀，这个好羡慕啊！小范以后也想学计算机嘛？是的，高考作弊的不多，招生的门道才深啊。那是反正都有各自的门道吧。Docker 镜像仓库最近被封了，有人上传了啊，这就不知道了。第一次赶上直播已经成了这个老粉暗号了，对，这个你们就玩吧，对吧？现在看到很多小朋友学 A level 的洋高考嘛，这个请懂哥们儿介绍一下啊。这个国内肯定也有，但是到底有多少就不好说了。GPT 什么时候宕机了？这个6月4号，Docker 国内镜像被封了。这个 Docker 被封了也是真的是会死人的。以前我当面试官，喜欢和别人聊使用的工具站。好的开发人员对工具还是比较挑剔的。这个遇是善其功，必先利其器，是这样的。而且其实这样就好的程序员啊，好的工程师呢，他们还会对工具呢提出很多自己的这个理解来，这个才是有趣的。有很多人说我就用这个，为什么用这个？老板让我用的。我用那个，为什么用啊？这个公司就规定用那个。说你用没用过其他的？有没有比较过？然后你觉得应该怎么办？一点想法没有啊？这个也是有这样的情况的。GPT 宕机，只好回到谷歌搜索手动挡，这个也只能这样了。我学完车6年后直接买了自动挡，提车当天3环2环30迈慢慢蹭，两手都是汗。到目前为止，我开车还是非常谨慎的。哎，我告诉你，我第一次开车上街就是这个，当时我还记得是拿户口本拿什么东西去质押，然后把那个奥拓租出来，然后一天150还是一天100几，当时啊，但是九几年我忘记了啊，大概反正应该是在2000年之前的事儿啊，九几年，然后就租了那么个车。然后呢，这个租完了车以后，就给我老婆打电话，我说那个今天晚上你就甭等我了啊，我不定几点才能回去呢，对吧？我下了班以后，我准备这个顺着辅路慢慢尬游回去啊，这个你就慢慢等吧。然后我老婆在家正担心的等呢，啊，不知道我能晃到什么地方去呢。结果这个大概20分钟我就开回家了，啊，因为为什么？就是开到4环那个路口那儿一看，上去试试啊，啊，一上去了以后就直接奔着100迈就去了，对吧？这个还好啊，国内的解释就是通过各种方式讲好中国故事啊，是这样。Docker Hub 镜像，上海交大镜像下架了，有人啊，这个好吧，那上海交大这就不知道他们怎么搞的了。我受教育程度低啊，高考都没参加过，哈哈，这个不是什么大问题。你像那个谁，今天那个周鸿祎还说呢，他也没参加过高考啊，他是参加物理竞赛上去的，保送的。开自动挡就跟骑自行车一样，永远都会记得怎么开啊，长时间不开手动挡，只是手生而已啊。这个遇到半坡起步之类的手脚不协调，这个坡起我估计会费劲，因为你想不起来拉手刹来啊。没有 ChatGPT 啊，用回 Stack Overflow 手动挡啊，或者是 CSDN 就算了，你还是 Stack Overflow 吧。我白天还拉镜像来着啊，是吗？我准备写一篇视频文案，本地保存了大量的新闻素材的文字内容，是不是也可以搭一个本地大模型帮我写文案？用哪种比较推荐呢？这个你是会员啊，可以看看我给的课程。我最先开手动挡，第一次到美国租了自动挡，然后不会开啊，问租车公司的人说能不能告诉我这车如何开，人家愣了半天没明白，啊，然后盘问我究竟会不会开车，是这个你就没找着离合器呗，不知道该咋办了，不挂梯子上不了，好吧，这还真不知道啊。这个你们一堆人出来看油管，为什么担心镜像下架的事情？好奇怪，这个不奇怪，
因为他们去上班的时候啊，你可能就挂不上梯子了，那你就只能用镜像。你如果镜像下架了，这事儿也很烦。我一同事的孩子今年高考啊，整个礼拜都心神不宁。哎，我们还行。早上起来呢下雨啊，开个车给送去了。中午呢，就说算了，你自己走回来吧。到那儿还堵车，结果中午还在那儿下雨，下的还挺大。这孩子就自己走回来了。哎呀，给我心疼的。下午呢还在下雨，然后我就给送去了。送去了到晚上呢，接的时候其实天已经晴了，天也亮了。后来想想说算了，还是去接一趟吧，对吧？这个中午让人这个淋着回来了，这个怪不落忍的啊，心疼了半天，说还是去接一把吧。对，这个有国内镜像员啊，是这个国内镜像快嘛？怎么看张雪峰以后下一代报考文科、理科还是工科？我觉得呀，张雪峰真正就是你别看他劝你干什么啊，你要看他自己怎么干的，对吧？他早早的就把小孩送这个国外了，他开始读国际学校了，这才是你不要看他怎么说，你要看他怎么做。你到国外去，你啊文科、理科、工科，你喜欢什么学什么呗，这有什么问题呢？我也用 GPT 试过，不怎么样啊，是写作文哈。Docker 镜像，还有 Docker 镜像站，Docker 这个镜像代理，百度云，其实反正镜像站应该很多的。对，Docker 我还是挺喜欢的啊。这个原来我还用过一段时间啊，Docker 的那个老板就是他的创始人，后来跑去加拿大做加拿大移民去了。说起新疆棉啊，以前一般纺织厂都用不上，因为配额制，国内小厂拿不到配额，被禁了才能有的用啊，所以现在衣服更便宜了，质量反而更好了啊。是的，新疆棉本身是那种长绒棉嘛，就是它质量还是很好的。我高考那年是2003年啊，考题泄露，结果那年的题目难到变态，是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对，那年是特别难。这个北京户口就是半只脚985211了吧？是，这个对，基本上是这样。北京大概不要985211，就一本，北京的一本率大概是40%多。作为北方人，一直没觉得唐山打人这个事儿有什么大不了的，这个还是算了啊，这个不能这么讲，还是要安全一些。聪明的工程师都用 Darby，对啊，我就是用 Darby 的。我最喜欢在程序员多的地方喊 PHP 是最好的语言了，不会有人理你的，这儿程序员不多。我刚买了一个我刚买上一个手动挡开出来的时候，这个熄火2次，不敢变道啊，这个我还行。来晚了啊，不晚。我的主要语言就是 PHP，确实好用，但是现在已经不用了。我是 PHP 写过一点点啊，但是我实际上不太会用 PHP，就是 PHP 的所有架构都不会。刚才问的问题主要是看了李老师的推啊，这个 V2EX 上面国内算法备案的，这个我觉得这个想太多了啊，国内基本上没有这个问题。感觉每年高考天气都很差，没有啊，下点雨挺好的呀，明天就不下雨了。CSDN，早个10年还不错，这个后面成为指标之后，很多人都在刷文章啊。这个 CSDN 一直都没好过，因为跟蒋涛还是稍微认识一下的。他们这个怎么说呢？就是一直是比较低端啊。开完会员只看了那些公司背后的八卦内容，忘记看干货了。待会儿就把直播完了去补课。对，你去看看课程来晚了一步，不晚。这个是有一次去高科技公司，技术发布会听报告，有个人讲的特别到位，而且，他在讲堂后面发声，一边什么戏剧性大喊声讲，一边向讲台走。后来交谈了，他原先是学戏剧专业的啊，这个跟我们今天讲的故事有什么关系呢？啊，好啊，我们来开始讲下一个第二个故事。马斯克把特斯拉的1.2万块
H100给了 xAI 啊，这个到底是什么情况？马斯克呢又背刺了特斯拉。6月4号的消息是英伟达爆的料啊，1.2万颗 H100转交给了 xAI 啊，这个直接就给了，肯定是不行的啊。它呢其实是插队，什么意思？就是大家现在都在排队等着拿英伟达的 H100，然后呢，马斯克的这个2个小伙伴都在上头排队，就是特斯拉也在那排着呢，然后这个 xAI 也在那排着呢。啊，大家知道 xAI 最近拿着钱了嘛，所以他现在急需要这些 H100，而特斯拉呢，现在现金其实也还有啊，但是稍微有些下降啊，现在也没有那么着急用的地方，所以说来，我这1.2万枚啊，本来应该是特斯拉排到队了啊，那么这个叫做什么 xAI 你先拿去用吧，啊，等这个 xAI 买那1.2万枚排到了以后呢，特斯拉再用啊，但实际上是干了这么个事儿啊。那么这个事情出来了以后啊，大家其实没有心思管你到底是怎么干的。特斯拉的股价是先跌为敬啊，这个一看马斯克，你觉得心思都这样了，不干了，对吧？咱们就直接下跌就好了。那么现在呢，就是时间节点，今天是6月的几号？7号，对吧？再过1个礼拜啊，再过6天吧，6月13号，就是什么节点呢？就是特斯拉的股东大会投票啊，这个截止日期啊，他会公布结果，就是马斯克的薪水到底给不给他，就是6月13号就要出数了。现在呢，可能好多股东，像我上次连线的那个 Indigo 已经寄信寄去了。说我们同意把薪水给马斯克，但是现在一堆的大股东，对吧？然后他们发声，有人听着嘛，都说我们不想给他啊，都是在干这种事情。基金呢已经通过投资这种 xAI 呢，已经确认了价值，就是万一马斯克你真干不下去了，拉着人跑路了去 xAI，对吧？我们已经都赚上这钱了。那股民呢，这个现在估计有一些人在做空特斯拉了，啊，这个具体就不知道了啊，咱们就不做任何的投资建议啊，一定要说清楚。那大家想没想过，英伟达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去给他爆料呢？就本身这件事没人知道，对吧？我就跟英伟达说一声，哎，我就这个家里俩孩子啊，这个老大排的号，待会儿让老二先看病啊，这个等到老二那个号到的时候再让老大看病去，对吧？就干了这么个事情。那英伟达为什么要给他泄露出来？啊，这个是英伟达内部邮件泄露啊，就是英伟达内部有很多的邮件在沟通，说先给谁后给谁啊，怎么排号啊？啊，这个事儿泄露出来的。那你说是不是这个资本黑手在后边运作呢？对吧？大家就想在这个时候做空特斯拉股票，对吧？然后再整点新事儿出来，对吧？一狮子多了不愁，债多了不咬嘛。啊，说反了啊，叫债多了不愁，狮子多了不咬啊，对吧？是不是这样的情况啊？可能性是存在的。但是另外一种可能是什么呢？就是英伟达那些小兄弟们不开心了。谁是英伟达的小兄弟？就是像什么超微电脑啊、戴尔啊这些公司，就属于英伟达的小兄弟。对吧？拿着英伟达的这个 GPU 回来，自己去装服务器，然后再把服务器给人在机房里头部署起来，他们是挣这个钱的啊。那这些小兄弟为什么不高兴呢？大家知道，这个特斯拉自己用的那个超级电脑叫 Dojo 啊 ，DOJO，这个超级电脑里头用的 GPU 呢也是 H100啊，A100、H100就是用的这种东西。然后呢，这个电脑是谁做的呢？这个电脑是一家叫做盛虹科技啊，他们给做的。这公司呢在深圳啊，是一家妥妥的中国公司。然后这个公司呢，其实是做什么呢？就是特斯拉自动驾驶模块的啊，特斯拉的3电系统，特斯拉的车身监控系统。它是一个 Tier 1的那种汽车配件商啊，做 PHP 的、做 PCB 板材的这样的一个公司。它呢是一个妥妥的这个叫特斯拉供应链公司啊，等于是特斯拉说来，我们自己这么多公司都可以生产各种板材，咱就自己干呗。对吧？所以呢，这些大厂它其实是就包括咱们讲的什么这个超微电脑啊，什么戴尔啊，它没挣着这笔钱，对吧？你要想把这个 H100送到这个特斯拉去啊，组装出这个 Dojo 这个机器，对吧？那么这个过程呢，肯定还是需要这个特斯拉供应链的人给他干活的啊。那么这个是稍微有些费劲，而且它这里头还有一个什么问题？你这些 H100不能到中国来。对吧？那怎么办？那这个深圳的公司怎么给你装起来，对吧？这个也是一个比较麻烦的问题，对吧？这个是现在这个英伟达的这些小兄弟们，没准他们不高兴了啊，给你点个炮啊，搞一下。马斯克呢也回应了啊，马斯克的回应是什么呢？他说特斯拉的 H100在仓库里放着啊，这些事儿都没有什么东西。但是大家要注意啊，特斯拉的 H100在仓库里放着
啊，这句话的潜台词就是特斯拉的 H100其实是富裕的，啊，用不起来的啊，就搁那搁着了。那么，而且特斯拉呢，因为裁员的原因，对吧，导致特斯拉的数据中心其实建设是相对来说比较慢的。特斯拉目前在跑的 H100应该有8.5万块，啊，可能准备再去上啊，不对，应该是几万块，应该是准备达到8.5万块啊。然后呢，正在这个德克萨斯机房里头建的 Dojo 的新的机器呢，啊，现在应该也是比较慢，啊，没有那么快速就把这个机器建起来，所以呢，这个啊，现在特斯拉的 H100就是你再给它1.2万块，它其实是用不起来的，就是马斯克的意思是这样。然后特斯拉的日子呢，其实并没有那么好过啊，销量下滑，一季度滑得很惨啊。当然5月份这个扬眉吐气了啊，特斯拉5月份在中国卖了4万多辆车，特斯拉在中国5月份大概产了5万多辆车，剩下车出口了，啊，这个直接扬眉吐气了。但是呢，它前面一季度跟中国的国产新势力竞争啊，打得很惨，只能是降价，再加上什么呢？欧洲减退了啊，或者叫削弱了这个电动车普及的这个进程，所以对于特斯拉来说呢，都是相对来说的坏消息啊。那么整个的利润也在下降，就虽然车卖的少了，对吧？然后还挣的钱还少了，因为为什么打价格战嘛？你降价呀，那你肯定利润下降，没什么好说的。这个库存呢在增加啊，以前的特斯拉库存是1周的，有2周的，最早的时候特斯拉是要定啊，现在特斯拉的库存已经达到1个月了。大家注意啊，汽车这种东西放在库存里是非常吓人的，它非常非常的吃大家的这个资金啊，叫资金占压，这个事儿很麻烦。而且特斯拉的库存呢，跟其他公司的库存还不一样，为什么呀？特斯拉是直销公司，就是你现在看到的大街上这些特斯拉的专营店都是特斯拉自己家的，所以它的所有库存这个包袱只能自己背着。它跟传统的车企哪儿不一样？传统车企下头有 4S 店，有经销商，我把车造完了以后，我可以要求经销商压货，啊，那么这个库存的容量就要大一些。但你现在这个等于都是自己的，背着抱着一边沉，你送到这个 4S 店去，实际上还是特斯拉自己把这个货压在那儿了，对吧？它就会比较麻烦。所以特斯拉真正遇到的问题呢，不是销量下降，也不是竞争，也不是什么欧洲减缓了电动车普及，都不是，而是现金流在下降，就是他手里的现金变少了，这个是很危险的。啊，这个一季度财报里头，特斯拉手里的现金少了22亿美金，啊，但是手里现金还比较多啊，他现在还有269亿美金的现金在手里头，啊，或者叫现金等价物吧，对吧？所以他还是可以玩得下去的。你想一个季度少22亿，就至少还可以跑10个季度，还可以跑好几年呢。你只要别瞎造进这个钱，还可以跑啊。啊，但是特斯拉呢，号称就是马斯克号称不是特斯拉要投入100亿美金去做 AI 吗？对吧？这269亿，你这边扔100亿进去，然后那边在不断的流血，这个事儿，有乐子看了。然后 FSD 呢，现在中国区啊也没有那么快啊，说号称 FSD 在中国落地，这个为什么呢？因为据说啊，这个上海计算中心暂缓了，就是它如果 FSD 在中国落地，它有可能在上海啊，应该也是在海边上吧，建一个大的计算中心。现在这个事情也在慢慢往下顺延这个事儿。而且现在 FSD 据说已经给中国的所有特斯拉员工都推送了，就是特斯拉员工现在已经可以开着 FSD 的车上街了。但是呢，这个还是在国内推广有一点点扑朔迷离吧。但是咱们再讲，马斯克现在干这活违不违法，对吧？咱们讲了说，哎，马斯克把这个排号老大排号的号让老二先上了，啊，那么这个事儿到底违不违法呢？这件事儿啊，这个XAI 是属于 X 的啊，就是 X 的这个投资人占有 XAI25%的股份，就是 XAI 实际上后边是 Twitter。那么如果仅仅是调整了一下排队顺序，其实关系并没有那么大，对吧？你说我也不是说就不给他了，对吧？这个叫做谁？特斯拉花的钱，对吧？然后你最后还是可以得到的，只是晚得到一点。你现在拿到这个叫做什么呢？拿到这些这个 GPU，你也只是让它在仓库里边吃灰，没什么必要啊，稍微等一等没什么问题。但是如果用另外一个角度来思考，马斯克就有可能违法了。这个角度是什么呢？这个角度是操纵证券市场啊，放假消息。这个事儿呢是有可能会被处罚的。那你说他咋操作证券市场发假消息了呢？这个如果这个事儿属实呢，挨打的不是马斯克本人啊，挨打还是特斯拉。
特斯拉是一家人工智能公司，我要花100亿美金去做 AI 研发，这个呢都是马斯克自己说的，在4月份发财报的时候讲的，对吧？说任何人怀疑特斯拉是一家 AI 公司，你们都不应该成为特斯拉的股东啊，这是基本上算是原话翻译过来。那么现在英伟达指出来是什么？就是英伟达说，你特斯拉并没有投入这么多钱去做 AI，对吧？你手里明明已经到货的这个 H100的显卡，你没提货，对吧？你让你的兄弟给提走了，这个是假消息啊！你只是出来虚晃一枪，是吧？这个事儿是不行的。如果在这个时候股价发生下跌了，那么特斯拉很有可能会面对集体诉讼，啊，说你马斯克在这吹牛啊，什么也没干，你号称100亿做研发，结果你连这个卡都不买，还给了自己另外一个儿子啊，这个你偏心，这个铁的集体诉讼上去，啊，因为我以前碰到过一次类似这样的事情，就我原来在 Poland 的时候，Poland 号称要分拆，对吧？我们要把开发工具单位费什么要拆到另外一个地方去。然后这个事儿呢，也是 CEO 当时就宣布了，宣布完了以后，找了一圈人买嘛，最后价格没谈拢，没拆出去。那么到年底了，这个就是叫什么？叫放假消息。然后呢，当时是给了一个警告，就是纳斯达克发了一个黄牌警告过来，并没有罚款啊，但是你如果长时间这么干是会罚款的。所以它一般级别是啊，警告、罚款啊，如果再严重了，有可能会去坐牢啊，这个是可能性是存在的。当然，对于这种事情的应对方法也很简单啊，怎么干？裁员。哈哈，像我们当时播了呢，就是遇到这个警告牌下来以后，马上做了一波裁员，说你看我裁员了，我整改了，然后这个事儿算混过去了。那么英伟达呢，股价昨天是超越了苹果，但是呢，也马上迎来了反垄断调查，对吧？这个也很正常啊。它的股价呢，市值吧，短暂的站上了3万亿美金。现在3万亿美金往上的大概只剩一个了，就剩微软了。所以今天我去看了一下，这个他们俩算伯仲之间吧，就是英伟达跟苹果市值呢都是2.97万亿美金啊，都是这样的一个数。那么都到这样的一个位置，你都是这个全世界第2估值的市值的公司了，你还不反垄断一下，这个美国这个反垄断部门就吃白饭了，这事儿肯定不对，一定要上来收拾一下。所以这个事情是必然的，应有之义，对吧？再不管你都要成为全世界最值钱的一个公司了，对吧？再超过微软就没差多少了嘛，微软3.1几嘛，那么你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都不说你垄断了，这个事儿一定是有问题的啊，这是一方面。然后另外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国内现在其实出现了一个比较奇怪的事情，就是算力淤了，所有的算力显卡什么都在降价，这是国内现在比较奇怪的事情。就是 AI 到底是不是泡沫？其实现在很多人呢也非常难过啊。为什么？因为你再去训练大模型，大模型变得越来越厉害，这个事儿大家是可以看到的。但是呢，没法挣钱，对吧？没有哪个大模型公司挣钱的，它没法形成良好的闭环啊。这个是现在对于所有的 AIGC 行业都是一个，甭管美国还是中国，都是很难解决的问题。而中国人呢又更着急，说你必须马上给我挣出钱来了。所以现在国内的所有的显卡都是淤的啊，千万不要说啊禁运了，国内没有显卡用了，离那远去了啊，这个完全是反过来的。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英伟达的股价到底能不能支撑下去？如果大家觉得哎呀这个实在烧不下去了，是不是这个国外，比如说在美国也会短期内出现显卡淤积的情况啊？你到那个时候，你觉得英伟达还能值几万亿美金呢？啊，这个其实还是值得思考的一个问题。那么有没有人想过说，为什么大家不想让马斯克好过呢？啊，很多中国人都觉得这个忠君爱国一下，马斯克你劳苦功高，我们一定要好好的这个犒劳你一下，我们要忠诚一下，对吧？都会这样来想这个问题。但是你发现国外大量的这种很有影响力的这种大股东、大基金，他们都想让马斯克难过啊，这到底为什么？原因呢，其实也很简单，就是马斯克的精力实在太分散了，对吧？又是 X，又是这个 Space X，又是这个 Starlink，还有那个叫什么 Neuralink，就是那个脑机接口啊，还有这个太阳能的 SolarCity 啊，SolarCity 是现在属于特斯拉了啊，还有这个其他的那个什么 Boring 啊，Boring 挂掉了啊，没挂，他那个就是那个挖隧道那公司应该现在还活着呢啊，这么多东西你都在那看着，你哪玩得过来啊？对吧？这个是大家觉得比较痛苦的。甚至呢，有一个人还指出来了，说你看
根据这个特拉华和美国的股权法，就像这个麦考密克法官的判决那样，就是前面判决马斯克这个薪资这个有问题，然后直接给他驳回那个法官就是麦考密克法官他说什么呢？说 XAI 这个 Twitter 这个脑机接口 Starlink、Boring 这些公司都是特斯拉首席执行官在其全职任期内创建的实体。根据股权法，上市公司的 CEO 不可以兼职，因此这些公司是利用特斯拉的时间创建的，所有资金属于股东就是现在有人在跟他较这个劲如果这个劲真的较下来以后，那就好玩了因为他们现在美国就规定，你如果在上市公司当 CEO， 你就不可以再干别的了。但是马斯克呢，你看刚才我们讲了，干了一堆的事儿那他们就说这些都是属于特斯拉的，不应该属于这个他们各自的股东或者什么这样，或者特斯拉在里头应该是占有一定的分量的，因为你这个马斯克这个 CEO 是属于特斯拉的现在有这样的情况。那么如果得不到马斯克怎么办？说这马斯克你就四处这个野着你就没法安心来干，怎么办？这个办法呢，就是咱们不行找个像提姆库克这样的守成之君不行吗？对吧？就像我们得不到乔布斯，我们整一个提姆库克我们得不到马斯克，我们也找一个这样老老实实的职业经理人，能把这摊守住了，接着往前走我们踏踏实实挣这个钱，不也挺好的吗？很多人是抱有这种心态的。提姆库克，你看看他干的活创新呢不太灵就是苹果这么多年来就是各种挤牙膏也没有什么新东西出来创新不灵。这个基本的面子呢也还过得去，对吧？这个提姆库克，你看出来，这个到国内转一转，然后在这个各种的这个在美国也参加各种活动，对吧？你走到哪儿也是个大网红嘛，这个没毛病，对吧？大家也不会因为提姆库克有什么负面的新闻出来，对吧？大家觉得这个人也还可以但是也绝对不惊艳，绝不是像乔布斯、马斯克这样神一样的人物这个绝对不是但是呢，中规中矩。这个供应链大师他把这个整个的苹果的供应链管理得很好，而且这个叫谁呢？这个提姆库克干的最讨人这个股东喜欢的一件事，知道是什么吗？对吧？所有人真的喜欢说提姆库克，你把这个苹果搞成这样挤牙膏的状态吗？不是的，对吧？这些股东也知道这事有问题，但是提姆库克就干一件事，股东就支持他，疯狂回购，对吧？他已经回购了快1万亿美金的这个苹果股票了。那股东不开心死了，对吧？这个苹果股票能够涨成这样，就是疯狂回购出来的，这个乔布斯当时就问这个，这谁，就是巴菲特说：“你看我手里有点钱，没事干，干嘛使？”巴菲特说：“你回购吧。”乔布斯说：“不，我要把它留在手里，万一过2天我有东西要干呢，对吧？”这个创始人一般都是这么想问题的。然后等乔布斯死了以后，提姆库克上来就疯狂回购，每年回购。1年回购的比1年多，对吧？他这么干这个事儿，那所有持有这个苹果股票的人就很开心。你一回购就注销，注销了以后，对吧？这个市值就往上涨那么每一个这个人手里拿的股票就变得更值钱，这多开心这个是真正提姆库克强的地方大家知道国内谁喜欢回购注销吗？这个不停的回购了3次，然后已经注销了2次，然后这个让这个股价一直维持的这个知道是谁吗？董明珠，董大姐她就是这么干的分红、回购、注销，对吧？她有的时候说的话确实是让你觉得很难听你比如说，这个35岁失业了，你怎么不去创业呢？对吧？如果想要清闲的话，你可以辞职吧。他最近又有新词上榜但是呢，人家就老老实实做公司挣了钱以后跟股东分红，分完红以后再有余钱回购股票。对吧？回购了以后就注销掉这是人家真正干的活所以这些股东呢就想把马斯克干掉，换一个像提姆库克上来这个疯狂回购股票的人。你比如说现在特斯拉手里还有200多亿美金的现金，对吧？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搞什么 AI 嘛？咱们这200多亿美金拿一半去回购特斯拉股票吧，回购完了以后，这个让这个股价涨一涨，然后没准我们车卖好了又有点现金。拿了现金再去回购股票，这才是这个股东们真正喜闻乐见的这个 CEO 这个特斯拉其实到现在为止是基本上没怎么回购过的。马斯克也是说有钱我自己看看怎么花着，
对吧？我把它花掉的这个过程一定是这个最高效的过程啊，他一定是这么想，绝对不会想到说，哎，我拿着钱了，我就回购点股票，我去讨好一下股东，他才不想这事儿。好啊，这就是我们今天讲的第二个故事啊，稍微简短一点点。好，我们看看还有什么提问。好像刚才看到这儿了，在国内，外国的大模型服务根本就不能商用啊，可以商用啊，这个是可以的。这个呢有备案方式啊，这个事儿确实是有备案方式，是允许商用，但是所有这个拿到这个协议，就是说我们拿到授权去用的这些公司呢，都要求保密。所以到底谁在用这个模型，其实谁也不知道，对吧？这个情况是这样的神奇的一个情况，呃，就是他们在国内不允许宣传啊。这个是不是说过想学好这个编程，必须把数学学好？没有啊，这我从来没说过这话。这个我的数学就比较烂。马斯克是不是要放弃特斯拉了，让他去专注挣钱的 SpaceX？SpaceX 挣钱吗？AI 时代对于程序员的我来说有点焦虑，没什么可焦虑的。这个，哎，你可以去看看我前2天写的做的那条这个，写给儿子的信啊，这个 AI 时代应该怎么做程序员？嗯，戏剧专业故事的梗是说文科生啊，其实文科也能搞科技啊，只要会学习，问题是现在学生不会学习的太多了啊，这个学习这件事儿还是挺难学的。这2天大新闻很密啊，11日 WWDC，13日股东大会，是的，WWDC 完了以后又可以拉着 Indigo 去聊天去了。啊，这个可能礼拜天有可能会有直播啊，礼拜天上午，就是我到时候看看那个谁，土拨鼠如果准备好的话，我们准备再去讲一下这个星舰啊，星舰这次是发成功了，据说这个张雪峰报考课一节2万，卖了3个亿啊，这个其实有什么问题吗？这没有任何问题。现在报考这个确实挺难的，它不叫报考课，它叫1对1报考辅导。对，这个我们是礼拜天吧来做这个事情啊。NVIDIA 成了最大赢家，不知道股价能不能继续涨，这个看吧。这个我们从来不做这个投资具体建议啊。AI 是长期的，是的，但是问题是到底长到什么时候算个头呢？这种一句一句发的我就不念了啊。英伟达股东来了，好吧。这个我觉得是这样，就是你买了英伟达的股票，也千万不要说，哦，这是怎么回事哦，杯子放错地儿了。就是你买了英伟达的股票呢，也不要讲说我这个就一定是忠心耿耿的，是信仰级的啊。这个咱们现在就是比特币信仰一下就算了，英伟达就没必要了。确实，AI 到底要怎么赚钱？对，现在谁也没想明白。而且我觉得是 OpenAI 把大家带沟里了，就甭管是1个月$20的这个会员费，还是按 token 收钱，还是做 GPTs，这都是把大家往沟里带啊。不能说台积电没有竞争对手，台积电的竞争对手是英特尔啊，由美国爸爸直接给钱，AI 机器人，你想要机器人做什么？这是哪段？机器人帮你拿东西啊，这个一句一句的我们就不再念了啊。台积电最近下了
买阿斯麦2纳米光刻机的大单子啊，那等呗。老马基本上是全走前面了，火箭回收他弄了，电动车他弄了，星链他也弄了，是的。现阶段 AI 想挣钱也是抢人类的工作，制造失业人口，这个不一定啊，这个肯定不能这么讲。我觉得英伟达应该会继续涨，至少这2年啊，这个我们看吧，这个你觉得它涨，你可以去买，对吧？这个我们也没法说什么，但是我们不做任何建议啊，只能说。问一个关于宕机的问题，推荐算法返回的结果也不是高并发情况下也没见过宕机，相关升级也是静默进行的，客户端体验不到宕机。OpenAI 有没有可能借鉴相关的经验，或者使用大模型来进行这样的运维工作？大模型运维现在还搞不了啊。然后呢，你这个话是我没读懂还是怎么回事呢？这个因为它是这样，就是，我们以前用的各种 Web 服务啊，或者说云端服务呢，大家使用的方式是尽可能把它们拆碎啊，拆得很小很细碎，这样呢，它可以进行单点故障的排除。比如说这个地方坏了，我可以绕过去啊。这个比如说我提供数据的数据库啊，有5台啊，然后我的这个备份啊，或者说一些这种cache 啊，就数据的这种缓存啊，有10台，然后我的这个进行业务运算的机器有50台，它是这样分散开的。但是像 OpenAI 这种，你想这么多这么大的模型，号称1.8T 的参数的模型，它是拆不开的，它是个死糖啊。然后这个东西应对各种的流量冲击，确实是要难很多，成本高非常多。而且在这块儿呢，这个你要想说我这边这个服务器坏了几个节点，然后让用户没感觉，你就只能多做备份啊，没有什么其他办法。加油啊！金榜题名，感谢。库克好像是乔布斯临终托孤，对，《乔布斯传》里有这一段。那这个，但是，反正库克是做了很多违反祖宗意愿的事情。问一个，这个又同样的一个问题啊，这里大家都是开发者吗？这应该不会啊，有开发者，但是也有别的。这个个人想法是 AI 会跳过商业化的过程，直接过渡到基础设施，这个我觉得很难啊。为什么呢？就是可能山姆奥特曼是这么想的，就是我就不商业化了，就成基础设施就完事儿了。但是所有反商业的东西最后都失败了，其实啊，这个事儿是很难的。吃了晚饭了。AI 不如民主化，民主化这个事儿从来都是骗人的啊。哟，土拨鼠又买了一个会员，感谢感谢。为什么做自媒体在 YouTube、B 站、抖音比 YouTube 差在哪儿？什么意思啊？这个啊，B 站、抖音比 YouTube 差在哪儿？差在就是我万一说错了，那边人骂我呀，对吧？这个很麻烦。这个我在 YouTube 说错了，关系不太大啊。然后我这个人嘴上又不是经常有把门的啊。星舰出了意外，这个我们到时候具体去讲啊，就是到时候我跟土拨鼠具体去讲这个事情。又一次赶上直播了哦，加上了又一个，是这个我觉得一般，这个赶上直播是很正常的啊。国内微软知道谁在用外网大模型，国际说出来的就是泄露国家机密了啊！国内微软不知道谁在用外网大模型啊，这个事儿他是不可能知道的。有比特币吗？有，就是很少而已。现在这么多算力，会不会数据短缺、算力过剩？会啊，这个事儿是有可能发生的。哟，有人打赏，感谢感谢。这是泰铢啊，THB 应该是泰铢。英伟达已经超过苹果，成为第3个破3万亿美元的公司了。就在上面站了1天啊，然后就掉下来了。
企业肯拿部分利润来回购，注销在派息，基本上就是把股东当自己人。这些股票都值得长期持有，帮补家用。好吧，这个其实股民买股票就是有这种想法。马斯克只要在特斯拉当 CEO，你就不要指望回购这事儿了。他总觉得钱在他手里边更好使。我说英伟达股东来了是调侃啊，每次看评论英伟达底下就是一堆你错了你不懂的评论，这就是上一条是确实有一堆人在那骂啊，这个无所谓了。OpenAI 好像一直在烧钱，估计能烧多久？他反正接着找呗，他这头烧着那头找呗，他也没惦记挣钱。我一直以为英伟达的竞争对手是 AMD，也算吧，但是 AMD 还是要追赶一段啊，AMD 在这是老二。AI 赚钱很简单，用 AI 做视频、开 YouTube 频道没那么容易啊！随便吐槽一下 StreamYard，这个只是简单的拉取直播留言，对于取消掉的留言没有任何处理是的这个就是它肯定 API 上接的没有那么完善嘛，脑机接口会有爆发的一天这个要等。杯子是什么牌子的 ？Swell，SWELL。哎，我看看这儿呢，这儿。它的 logo 就是底下那个逗号为什么美国能搞出 ChatGPT，却不能搞出 TikTok 的推荐算法？这个我觉得 TikTok 推荐算法这件事儿呢，你们要实在感兴趣，回头可以再聊这个事儿因为前面我记得也讲过好多次我天，这玩意儿让我上哪儿去看？快给我一个中文翻译，这讲的是啥？在一个好的系统，你不是必须，什么错误？关于好如何 to 吗？真的是产品会赚钱？好吧，这个我反正看的半懂不懂的这个英文水平实在是差。你如果实在是写不了中文，你可以把这个英文扔到 ChatGPT 让它翻译成中文再贴上来。脑机接口太可怕了这个脑机接口我估计还要再等这个可能还要再等个5年10年呢楼上那位英文观点我不同意，很多基础科技周期都非常长，不是很快就见到效益的是这个是国内搞不出来，就是因为国内对于这种短期不见效的是完全不推广的。这个科幻片的科技未来都会实现那倒不一定。这个其实这正是为什么国内基础科学做不起来的原因。对，太着急了。微信粉丝群吧，没有，只有 Discord 的粉丝群我的意思是，国内企业跟 Azure 签的这个 Azure OpenAI 都是微软的客户，他们得签合同就知道谁在用了。那你直接用国外的不就完了吗？对吧？你为什么非要用国内的呢？而且就算是这个 Azure，你也可以在国外签嘛。这个我觉得路子很多为什么国外社交平台社区氛围这么友好，国内总是抄？这个是用户的问题还是平台的问题？这就不知道了求加个微信粉丝群，没有。这个 YouTube 算法送给我的惊喜这个在之前我从来没有关注过此类的 UP 主。我不是开放什么意思？TikTok 推荐算法好像2、3年前就被扒拉干净了不是技术做不到，是人做不到。是的。周鸿祎 AI 发布会翻车我还没看他 AI 发布会，他发布会发什么了？回头我去研究一下吧。但是最近应该可能不是很稳定我的更新。这个因为小孩高考虽然不用我折腾什么吧，但是这个还是要这个，比如今天其实内容就准备的稍微有点少然后明天会有节目因为明天的节目今天已经上传了。
然后礼拜天大概率会有直播，然后晚上可能还会吃药。这个礼拜天可能还需要去录那个什么啊，录会员节目啊。这一期会员应该继续去讲课了。这期教大家这个怎么去装这个本地的这个 agent 系统吧，然后做一些比较复杂的这个工作流的设置啊。这一期教这个，然后这个理论课的话，等到下一期再讲啊。就是这一期用到的，这一期主要就做实验课了，下一期教理论课。然后呢，这个其他可能还有一些会员节目准备，就是不太适合在外边讲的，回头到会员节目里去讲。比如说中国政府为什么不给老百姓发钱啊这种节目，对吧？这个就没法在公众频道里去讲了啊。以后有机会再到会员节目里去讲啊。那个其实话题我一直比较想去聊一聊的啊。这就跟大家做一些预告吧。国内在推广低空经济，各种飞行器你怎么看？等它什么时候开两会的时候，不要把大疆的店封了再说吧。中国是每次开两会的时候，大疆的店就关门啊。现在好一点了，是关一半，就是所有卖无人机的都关门，然后剩下的这个卖这个摄像头的什么可以开着。之前听老范说 TikTok 算法其实是心理学、社会学工程，社会工程学的感觉啊，算是数据应用大成，跟技术革新似乎有些差距，是这样的。这个其实我一直觉得像什么呢？就是跟大家举一个案例吧，就是 TikTok 算法呢，更像是骑自行车。骑自行车这东西呢，你说它有技术吗？也有啊，你没学过的你就真骑不了啊，你骑上就会摔。但是你骑上去以后说来，你给我写一个总结出来，让我复制一下，让别人也能骑自行车啊，你又学不会，对吧？这个东西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然后 TikTok 呢，就是一个这个大家等于是人跟车之间相互协同和适应的一个过程啊，它是这样的一个东西。我是低学历低层搬砖的啊，现在日子真不好过。哎，谁日子好过呢？看你一直用 AI 做图啊，你试试写歌啊，这个我还真没试，我试过，但是写完特别难听。我还专门录了一期节目，然后被好多人骂。我说我用这个东西做的所有的歌都觉得魔音贯耳啊，很无聊。内容准备的少，聊天来错，是这样。其实最近 TTS 类的项目还是可以聊一下的。我是准备折腾一下啊，不着急。现在越来越多禁飞区，是的。本地 agent 的工作流啊，那是讲哪个实验啊？这个跟你就没什么关系了。我们这个是讲给会员听的啊。刚才那位英文的观点是，再好的系统里面不用愁这个科技的变现，因为只要有效就肯定能带来钱。我之所以不同意，是说国外好的研究机构对基础科技的这个研究很可能没啥效益，但并不耽误做这个研究啊，是这样的。我跟大家讲一个反例吧，就是呢，这个技术也挺好，然后呢，一开始也挣钱，就是因为这挣钱太着急了，最后把那技术给做没了。原来呢有一种这个图像压缩技术我记得叫 DJU 啊，大概叫这么样，DJUV 什么我忘了怎么拼啊，叫 DJU，反正我记得这么念啊。我为什么知道这个？因为我原来卖扫描仪的，扫描仪上就最后去研究说，我扫完了东西以后怎么能够又清楚又小啊，还能够去进行识别来做这件事情。然后呢，当时就是最好的一个格式叫 DJU，然后呢，这个 DJU 呢，它就是速度很快，空间很小，非常清楚啊。那么这个格式它最后怎么工作呢？它是按页收费，就是你每压缩一页这样的文件，你要给我多少钱？然后呢，就没人使，然后这个项目最后就废掉了，对吧？就是你一开始的电一挣钱，这个事儿是有问题的。我想问一个问题：国内是不是很多科技公司在往人类行为预测的算法深耕？这个其实我觉得你不用给他们起这么高大上的名字啊。
老范是温和的、有逻辑的性情中人的技术极客，没有地域限制。哎呀，这个说的我好开心。啥时候回泰国啊？我去参加线下。泰国等我儿子再往前晃吧晃吧，我就去呗。后边反正也是免签了。通用大模型是否可以部分转到用户端啊？通用大模型够呛，都是开源大模型可以到用户端。AI 手机和 PC 上你只能跑一些小模型，手机上我估计可能2B、3B 的能跑，然后 PC 上的话大概能跑到你如果有16G 内存，大概跑个7B、8B 啊，或者是我不知道14B 跑得起来跑不起来啊。像我这是32G 内存，大概能够跑到32B、34B 这种水平啊，再大了跑不动了。但是 AI 应用到了客户端也挣不着钱啊，这个是没法弄。这个旗袍绕亮眼了，好吧，被你看到了。这个国内的算法一直在向着如何变现的方向去弄。是的，怎么挣钱怎么来啊。做音乐是声学 AI 的一个技术转折点，3.5模型才火了1个月，试试吧。好吧，回头我去研究一下。持有比特币比持有任何上市公司都要简单啊，因为不需要关心公司业绩是否下滑，但是它也有可能直接清零啊，对吧？这个都是可能性存在的。我现在不是搞这块嘛，加入会员才能交流这个，是的，这个你搞不搞这一块跟你加不加会员没关系啊。国内平台的对立情绪太严重，先是消灭说错话，再是消灭说真话啊。这个真话咱就不说了。Insta360相机没用过啊，这个快子3里头不是拿这玩意儿做的，快子三啊，就是快子三都是拿一堆的摄像头拍出来的。那个 Insta360那种环绕数据到那个快子三里是使不了的。DJI 啊，DJVU 啊，是应该这么拼，对对对。还有啊，现在做 DJI to PDF，那就最后剩点遗产，把它再转出来呗。当然，整个的系统就没推起来嘛。我把自己喜欢的歌用什么工具识别风格关键词，然后再转换到这个里边使那个思路啊。这个其实对于我来说关系没有那么大啊。国内基础科学研究是从卡脖子才开始真正重视的。重视也没用啊。其实我觉得卡脖子重视就是属于一点意义都没有。加太多定语了啊，没事只要都是好话就行。现在 AI 行业里边用 Langchain 和GPT AI 做 RAG 的这些公司，以后是不是都没什么前景？这个 OpenAI 是想把他们干掉，但是没那么容易。其实我告诉你，拿 Langchain 加 RAG 加那个ChatGPT，最后效果并没有那么好啊，这个效果是差强人意。什么模型这个容易安装？这个其实跟你是用什么桌面板没关系，关键看你有什么样的显卡，什么样的内存。2年前 Steam 上统计啊，玩家里头1050 Ti 占20%左右啊，这个是肯定跑不了的。你至少是3060往上啊，3060、400你才可以跑这东西。国内平台对立的根本不是消灭正确与否，而是消灭不同意自己的。而且很多人是凑热闹，就是他自己都没有立场啊，别人说什么他就上去哦，我们要去折腾一下啊，这个就很烦。好啊，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我也稍微早点休息，大家也早点休息，周末愉快，然后咱们礼拜天再见。结束，结束。